那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来深入探讨一个，可能很多学语言的朋友都遇到过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语法学得特别好，你看他考试写东西都挺厉害，但一到要开口说话就犹豫不自然，甚至有点怕。我们这次是看了一份挺有意思的研究材料，专门分析语法学习和实际口语交流这个关系的。所以咱们的目标就是跟你一块儿借助这份材料的洞察，搞明白为什么会语法好但口语不行，然后更关键是怎么才能把语法真用起来，让口语流利起来。对，确实这个挑战太常见了，几乎是语言学习里的一个经典难题了。很多人吧，就怎么说呢？有个潜在的假设，觉得，哎，我只要把语法规则背得滚瓜烂熟，口语自然就没问题了。但实际情况，往往复杂得多。这份材料首先就点出来，咱们得认识到就是你精通语法规则，这是一回事儿。但你能不能在实际交流中把语言用好，进行沟通？这本质上是另外一种技能了。嗯，知识性技能和沟通性技能这个区分确实很有启发性。那咱们先拆开看看，平常我们说某个人语法好，这具体是指什么呢？按照材料里的说法，大概是这么几方面，对吧？比如说他能搞清楚各种句子结构、时态语态还有那些让人头疼的介词用法等等，考试时候也能看出来哪错了，还能改对。写东西像邮件报告也写得挺规范，逻辑也还行。当然了，这些能力肯定是基础，很重要。就像语言的骨架，没骨架，那语言就散架了。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你光有一副特别完美的骨架，它自己是动不了的，也说不了话，是不是这个道理？哎，这个比喻特别好，材料里也用了个类似的比方，说精通语法规则，就好比你手里有张特别详细的地图，你知道每条路怎么走，交通规则是什么，甚至哪儿单行，哪儿不能左转，都一清二楚。但是呢，口语交流是你真开车上路，在这个城市里跑，你对地图再熟，不等于你车开的溜，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对吧？很多语法好的学习者，就像是拿着地图不敢上路，或者说不太习惯开车，在需要快速反应的对话里头他们就缺那种把地图知识刷一下变成开车动作的那种 automation 能力。知道的很多，但用的时候要么反应慢，要么就卡壳了。自动化能力，这个词儿算是点到要害了。那这就带出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为啥一个地图专家反倒可能开车技术不行？语法知识明明学了那么多，怎么一到嘴边就用不出来？材料里分析了几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还挺有意思的。第一个，研究里管它叫语法学习的真空化，或者说去语境化，意思就是很多人学语法像在做实验似的，脱离了真实生活这个大环境。学的是抽象公式，背的是规则表，做的练习题也是专门设计好的，就很少有机会在那种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真实场景里去接触去用这些规则。结果就是规则你都懂，甚至能给别人讲明白，但是真到了要快速交流的时候，这些规则好像睡着了，大脑没办法立刻激活它们，匹配不上。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好多人可能都中枪，就是过度蒙控，或者说脑子里好像有个实时语法警察。说话的时候大脑好像得同时干两件事，而且都挺费劲。一件事想我要说啥内容，另一件呢，就像个特严的老师在旁边盯着，这句话语法对不对，时态行不行，这词儿用的好不好。这种内部的双重任务特别容易让大脑就是说过载了。你想又要想内容又要想形式，一心二用，那结果肯定是说话变慢，犹豫不决，听起来就很别扭，甚至可能一紧张词儿都忘了。对对对，太对了。还有第三点，材料里提到一个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的区分，这个也很有意思。
死记硬背的语法规则，比如什么情况下用过去完成时，这属于陈述性知识，就是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流利的口语它更多靠的是程序性知识，就是我知道怎么做这个动作，更像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甚至有点像我们说的肌肉记忆。比如骑自行车，你看再多教程，那是陈述性知识，对吧？你不如自己上去摔几次，练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才是程序性知识。语言也一样，你要是很少练说这个动作，那语法知识就很难从理论康库搬到应用工厂去。你刚才说的这几点呢，都非常非常关键。我特别想接着你说的第二点，就是那个过度监控，再稍微挖深一点。因为材料里专门有一块讲这个心理因素，就是害怕犯错 （fear of making mistakes）。这个不光是监控，它背后是一种挺深的焦虑感。语法学得比较好的人呢，他往往在学习过程中，因为答对题、写对句子，得到了很多表扬、很多正反馈，这可能不知不觉就强化了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他们潜意识里觉得说话必须得完全正确，不能有瑕疵，否则就算失败了。所以一到开口，他们就特别怕暴露自己的不完美，怕说错一点点语法，担心这会让自己显得水平不行，怕别人给差评。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份研究比较了这些人和另外一些可能语法知识没那么系统，但说话很溜的人，发现后者往往有种更强的容错心态，或者说沟通优先的倾向。不是说他们不在乎对错，而是他们更看重先把意思说明白，达到交流目的。他们好像更能接受犯错是学习必然的一部分这个现实，甚至能从错误里很快的学到东西，然后调整。这种心理上的区别，对于你敢不敢开口，能不能在实践里提高口语，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对错误的恐惧，很多时候比语法知识本身是更大的一个坎儿。哇，这个害怕犯错的心理障碍，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想想。很多时候可能真不是说不出来，而是不敢说。那这意思是不是说，语法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我们干脆把语法书都扔了，就凭感觉大胆说就行了吗？那可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研究也明确反对这种看法，语法绝对重要，它是有效沟通的基石，是骨架。没有基本的语法规则撑着，我们说话很可能就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听的人得费好大劲猜你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误会。你想想，要是完全没语法，大家就蹦单词，那效率得多低。稍微复杂点的想法，细腻点的感情，怎么传达呢？所以语法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大家共享的框架，让我们的表达更有条理、更清楚，别人也更容易懂。它帮我们把信息组织好。明白了，明白了。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学语法，而是到底应该怎么学，学了之后又怎么用，才能让语法真正帮到口语，而不是拖后腿儿。这看来需要在学习方法上得有个根本的转变才行。对，材料里就特别强调，学习的重心要从背那些抽象的规则，转到在丰富的真实的语境里去体验，去内化语言模式。举个例子吧，还说那个让很多学中文的朋友头疼的把字句。以前可能就是记公式，主语 plus 把 plus 宾语 plus 动词 plus 其他，然后做题，对吧？填空改错是的，很典型。但更有效的方式，研究建议是，你得一头扎到真实的语言生活里去大量的听、去看母语者在各种各样的日常场景里是怎么自然用把字句的。比如说，看个剧，听到人家说你快把空调打开；听个播客，听到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跟朋友聊天，听到哎呀，我昨天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你起码得收集个，比如说5到10个这种活生生的来自不同场景的真实例句。
然后呢，关键的一步来了，模仿，然后操练。不光是懂意思就行，要张嘴模仿人家那个语音语调，大声的反复的说，体会那个感觉。接着做替换练习，比如你掌握了他把作业做完了，那就试试换主语，我把作业做完了；换宾语，他把饭吃完了；换动作，他把地扫干净了。就通过这种大量的有意识的模仿重复替换练习，那个原来冷冰冰的公式 S 把 OV 就慢慢的融化了，变成你脑子里一个能随时调用的程序，一种本能的语感了。对，这样语法才不是外在的规则，是内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描述的非常到位。这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识地帮大脑建立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程序性知识。这也正好带到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语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你口语交流时候的反应速度，这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啊，这点太实际了。你想想看，平时咱们跟人聊天，说话速度很快的，对话是流动的，对吧？你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在脑子里分析，他问的是过去的事儿，我现在要说一个过去某个点之前就干完的动作，按规矩得用过去完成时，结构是 had plus 动词过去分词。等你这套流程在心里过完了，人家可能早就问下一个问题了，或者已经不耐烦了，整个对话节奏就全乱了。没错。所以研究的结论很清楚，语法知识只有你把它用到差不多自动化，不假思索就能说出来的程度，才能真正对你的口语流利度有帮助。它必须从你需要刻意去想的层面沉下去，变成一种本能反应。不然的话，你知道再多规则，在快速交流的时候也可能没用，甚至还碍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从显性知识，就是你能说明白的规则，到一个隐性知识，就是你内化了的，可能说不清为什么，但用起来就是对的那种语感或者语言直觉的转化过程。你看母语者说话，除非是搞语言研究的，他们很少会去想，我这用了个什么从句，他们就是凭感觉知道这么说听着对，听着地道，那么说就觉得别扭，或者这不像人话。这种直觉怎么来的呢？研究认为，主要不是靠背语法条目背出来的，而是长年累月在坚实的语言环境里泡着，通过接触、理解、使用海量的自然的符合语法的语言输入，大脑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地总结吸收了这些模式。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一样，都是先会说，很晚才去学语法规则是什么。这个从知道规则到凭感觉用对，这个转化听起来确实是核心目标了。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怎么才能更有效地把我们学的那些语法知识打磨成流利口语的工具，而不是就停留在纸面上？材料里给了好几个特别具体能操作的建议，我觉得对你可能会很有用。首先，还是反复强调的，在语境中学，在语境中用。你碰到一个新的语法点，或者想巩固一个旧的，别光看书上解释和那几个例子，要像个侦探似的，主动去找这个语法点在真实的对话里、故事里、文章里、新闻里，甚至歌词、电影剧本里，到底是怎么活生生的被用的。看看它一般跟哪些词一起出现，在什么上下文里用，表达什么语气。这种情景化的学习，能让规则和它的用途绑得特别牢。这个很重要。其次呢，是模仿、重复、微调的强化练习。光看懂、光知道乃远远不够，语言最终是说出来的能力嘛。听到或者读到一句，包含了你想练的语法点，而且你觉得说的特地道，一定要跟着模仿，
不止一遍，最好模仿到语音语调都差不多。然后做微调练习，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替换，试着改动句子里的某些部分，比如换个主语，换个时间，换个形容词，看看这个结构还能不能用，意思有什么变化。这种练习不光是巩固语法，更能练你那个遣词造句的灵活性和准确度。对，让它活起来。第3点呢，是输入结合，尤其要重视听力输入。研究特别提到，大量的你能听懂的听力输入对内化语法模式特别关键。要多听母语者用自然的语速、正确的语法在交流。你的大脑啊，就像个特厉害的模式识别器，它会在你没注意的时候，默默地吸收、储存这些语言模式。听多了，很多说法就自然而然长你脑子里了，你说的时候就更容易出来。当然，光听也不行，还得找机会多说，哪怕对着墙说呢，也得把学到的用出去。输入输出要平衡。最后一点，也是要反复强调的心态问题，拥抱错误，甚至要主动利用错误。别再把泛语法错误当成什么丢人的事儿了，把它看成学习过程中的数据点，是反馈信号。大胆去说，错了没关系，关键是意识错了之后，不管是自己发现还是别人指出来，要去搞明白为啥错了，对的该咋说，这俩有啥不一样，然后有意识的下次再碰到类似情况就试着去纠正。研究发现啊，从错误里学习并且成功改过来，那个记忆效果和掌握深度往往比死记硬背规则本身要强得多。每一次有效的纠错都是一次深刻的内化。这些建议确实都非常实在，而且都指向一个核心，就是用和练。我再补充一个贯穿其中的原则吧，材料里也提到了，可以叫聚焦核心，精耕细作，或者说的通俗点儿，就是少学多用。别太贪心，不要想着一上来就把语法书从头到尾所有犄角旮旯的规则都掌握了。语言学习，尤其是为了提高口语交流能力的学习，往往也符合那个28定律。研究估计啊，在大多数语言里，你只要掌握了最核心、最高频用的那大概20%的语法结构，比如说基础时态、常用句型、核心的连词这些，这就已经足够你应付日常生活中可能80%的交流场景了。所以比较明智的策略是，先找出这些核心语法，然后集中火力，用我们刚才说的各种方法，语境学习、模仿操练、大量听说，不怕犯错，把这些基础的东西练熟，练到能自动性运用。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你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工作需要啊，或者对某个领域兴趣，再去逐步学那些更复杂、更细致、用的相对少的语法点。先追求流利和够用，再慢慢追求精准和完美，这样压力小，进步的感觉也更强。少学多用，聚焦核心，这个原则听起来太实在了。确实，很多人学语法觉得难，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被那个庞大的体系给吓住了，反而不敢开口了。先搭好主要的架子，再慢慢添肉，这听起来是更靠谱的路子。的确是这样。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语法知识学得好，并不直接等于你口语就一定流利。但是呢，要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口语流利，而且还能表达的准确得体，那又绝对离不开一个足够扎实的语法基础。语法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它给清晰的沟通提供了保障，但光有工具不行，还得有2个关键的驱动力，一个是敢用这个工具的自信心，特别是要克服怕犯错的心理。另一个就是大量的有意识的为了沟通目的的实践练习。非常同意。说到底，学语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它帮你说话更顺畅、更明白、更地道，
而不是变成一套规矩把你框住，让你说话前总是想东想西，特别焦虑。当你能够自然的用各种语法结构，就跟你用母语似的，几乎不需要刻意去想规则是啥的时候，那才说明你把语法真的学活了，它已经成了你能力的一部分，成了你的本能。好，那我们快速来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关键点，也许能让你记一下。首先呢，语法好通常是指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句子是对的，侧重分析和规则。而口语好呢，更关注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下该自然流畅地用这个句子，侧重应用和反应。所以呢，学语法的重点应该从追求像教科书一样标准，转到追求像母语者一样自然、准确、自信的表达，目的是为了沟通更有效。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语法能成为你探索语言、跟人交流的好帮手，一张导航图，而不是一堵让你不敢开口的高墙。好了，关于语法掌握和口语流利度这个话题，咱们今天的深入讨论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在你接下来的语言学习中，时不时问问自己，假如说你每天只有特别宝贵的，比如说就30分钟时间能用在一门外语上，你会怎么分这30分钟？是选择集中看语法书，抠规则细节，追求知识上的完美，还是说你会想尽办法用这30分钟，哪怕找个 AI 陪你聊2句，也要可能多地的进行真实的口语输出练习？对你个人来说，足够好的语法基础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的够用了，能支撑你比较自信的去跟人交流了呢？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帮助你在学语言的路上走得更顺畅一点。